もし一杯のご飯があればな。ほら、この水は日本海より広いではないか。そうか、ここで死ぬのかもしれないな。寒い。師団長殿、1時間前各部隊の位置が分かりました。第15連隊と騎兵連隊はすでに古新荘に入り、第50、59連隊は陽居一帯におり、重砲連隊と主将連隊は我々と共に行動を止めました。1時間前だと？我が隊はどこにいるんだ？はい。古新荘はどの方向なのだ？はい。我が重砲連隊と主将連隊はどこに行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よ？はい。花园口决堤形成的黄泛区，虽然滞缓了日军南下的脚步，为国民政府赢得了战争准备时间，却给花园口下游地区、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百姓大众带来了深重灾难。据统计，此番人祸造成上千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引发连续2年的大旱灾、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难民，背井离乡，逃难路上祸乱频生，哀鸿遍野。武漢侵攻作戦の方針は、1、大本営は初秋をもって漢口を占領する。2、下中派遣軍司令官は、長江及び淮河に沿って進み、正面より順次、前進陣地を確保。3、河北方面司令官は、占領地区における現行の任務を引き続き遂行し、特に、当該地区に残った敵の掃討に尽力すること。この方針は、大陸令119号にて通達する。以上のこと、天皇陛下へご報告いたします。6月10日，田军六从台湾调来了习惯热带丛林作战的波田支队，由芜湖乘船溯江西进，在日海军第3舰队的掩护下击溃杨森兵团，于6月12日攻占安庆。为策应波田支队作战，6月2日，田军六派稻叶师团由合肥出动，连续击溃杨森、徐源泉等军。8日攻下舒城，13日攻占桐城，矛头直指我大别山要隘前山。日本人的意图很明显，他们是在为秋季拿下武汉做准备。花园口一仗，打破了日军从北边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沿长江西进，长江以北，由他们的第2军从大别山南北路向汉口进攻，长江以南突破我军沿岸各要塞，直逼武昌。最怕的是，他们通过南昌切断粤汉铁路，合围武汉。这点我们考虑过了，为此我们也组织2个集团，长江以北由李宗仁将军的第5战区各部负责阻击东救耳宫第2军的进攻，在长江以南由第9战区陈长官组织武汉和武昌的保卫战。命令杨森组列死守上下十派与前山待援，虽然牺牲最后1人，不得后退，以掩护马当要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阻敌西进，决定壮士断腕，于彭泽马当江面自沉舰船，以构筑长江封锁线，阻挡日海军来犯。
江面上聚集了自强、醒狮、新风等舰船，共计39艘。他们等待沉入江底，完成自己最后使命的那一刻。马当基山两岸，海军将士肃穆悲怆。他们朝着自己朝夕相处的舰船，做最后的道别与致敬。马当要塞是长江中游的咽喉之地，是武汉外围最重要的关卡，其军事价值相当于江阴要塞。蒋委员长十分看重马当，并且指示一定要抵挡日军1个月。我们在那里沉船49艘，构筑了横贯两岸的兰河坝式阻塞线，并设有3道水雷防线，共有1765枚。岸上设有3级锁江炮台、碉堡、战壕等工事，再加上天险的帮助，守1个月根本不在话下。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下辖3个总队和陆战支队第2大队，其中第23总队和陆战支队第2总队驻守在马当、湖口，第2总队的1大队部署在最前沿的湘口江边，并配有4起海炮控制江面。以上统归第2总队长包长义指挥。白长官。我们的马当那是铜墙铁壁呀，小鬼子，光是排雷也得1年半载的。再说，两岸都有高射炮，想要越过这里到武汉去，别说是门了，就连窗户都没有。我会把这里的布防情况向委座汇报的，我相信委座会十分满意的。司令官殿、馬東要塞に近づいてまいりました。前方に見えるのは遼寧州の高校であります。上陸を命ずる、確保を占領せよ。はい。根据军委会的作战方针，我第9战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长江以南，借助各要塞及鄱阳湖和长江沿岸的丘陵、湖沼等有利地形，阻击西进的日军。以薛岳将军为第1兵团总司令，指挥李汉魂、叶兆、欧震、于继时、王靖远、李玉堂、李觉、陈安保、商震、王灵基等军，沿庐山山脉和鄱阳湖西岸布防，威胁沿长江西进日军之侧背。是。以张发奎将军为第2兵团总司令，指挥李先洲、甘立初、刘彦谷、张刚、孙同轩、卢汉、
万福林等军沿九宫山山脉布防，阻击敌人沿瑞昌到武昌公路前进。是。另外，速电告陶恩伯，第31集团军的9个师为第9战区的突击军，策应第1兵团和第2兵团联合作战。総司令官殿、旗連隊は皇宫に上陸いたしました。旗連隊長に命じよう。直ちに皇宫を占領の上、馬頭要塞に進攻せよ。はっ。报告，总队长，军部打来电话，军长指示，于今日下午举行抗日军政学校结业典礼，晚上在军部聚餐，要求排以上军官务必参加。不去！什么狗屁学校，什么狗屁结业典礼啊！他一个军长办什么学校啊？他以为自己是杨委员长吗？沽名钓誉、好大喜功的东西，日本人马上就打到眼皮底下了。现在还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迟早会出大事的。可是什么？没什么可是不可是的。传我命令，江防第2总队的人全部不得擅离职守，违者以临战脱逃论处。是。哎呀，军座呀！未央，谢谢赏脸啊！军座说话哪敢不来呀？报告军座，不长记性的东西，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喊军座，要称呼老子校长。是校长。来，校长，请请。哎呀，看来宇恒兄特别喜欢校长这个称呼啊。魏婴啊，你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嗨，天子门生，你应该深有体会啊。在校长面前，军长算个屁呀！李校长高论，从今天起，我们这些人可都是李校长的门生了。不敢当，我们都是兄弟，都是兄弟啊！人都到齐了吗？报告校长，参加典礼的人员大部分到齐了，就剩下马当要塞那边江防第2总队的人还没到。这个包长义是不是太不识抬举了？就算他不把您这个军长放在眼里，最起码您还是虎口马当江防的要塞司令吧？哼，人家是海军过来的人，怎么把我们这些土包子放在眼里啊？不来拉倒！哼，我这好酒好饭，大不了喂狗。请走。总队长，还没休息呢。心里都不踏实，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劲。是啊，昨天上面的通报还说，鬼子用炮舰轰击我湘口和毛林州的布雷区，还有沿岸的防御工事。怎么今天就没有动静了呢？传我命令，赶紧给驻守湘口的313团打电话，问一下那边的情况。是。鬼子打来了，快！全军戒备！敬礼！快！这个跑位！命令，各炮台立即进入射击状态。是。命令，各炮台立即进入射击状态。喂，是。长官，日本地面部队向我发起攻击。命令要塞守备队立即进入阵地，消灭向我进攻的地面部队。是。总队长，我们只有800人，只怕坚持不了多久了，要赶紧请求增援了。给我接马当要塞李司令。对不起，李司令没在。
接力司令家。这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我有紧急军情上报，日军已经对我马当要塞进行了攻击。贻误了战机，你负得起责任吗？好吧。电话没人接。接第2兵团张总司令，快！我是张发奎。鬼子对我马当要塞进攻了！什么？鬼子向马当要塞进攻了？包总队长，你们坚持住！我马上命令李运恒派部队去增援你们。接16军司令部。16军吗？是16军。告诉你们军长李运恒，立即增援马当要塞，不得延误。你是谁呀？我是谁？我是张发奎，第2兵团总司令。军座，军座，军座，军座！混蛋！半夜3更报丧啊！进来！军座，不好了！混蛋！不是跟你说了吗？要叫校长！啊，是校长，大事不好了！小鬼子进攻马当要塞了！慌什么？马当要塞，固若金汤，还怕小鬼子进攻啊？总司令张发奎要军座啊，不要校长立即派兵增援。张发奎，走。军座，鬼子开始进攻了。是这样。鲍长义这个家伙，求援不来找我，反倒把电话打到第2兵团张总司令那里。张总司令要我马上派兵增援，只有麻烦老弟你走一趟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马上出发。哎，来，老弟啊，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马当失守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老弟此行一定要以安全为上。等你回来，我给你接风。谢军座关心。走这边，师座。走大路，骑马直接去马当，只要几10公里的路程；走小路，我们就要多走1倍的路。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你这个参谋当的呀，打仗要靠脑子。走大路是近，小鬼子会让咱们走吗？一旦路上遇到飞机轰炸，别说赶不到马当，我整个师都要报销差不多1半的兵力，你知道吗？可是上面的命令，上面的命令，如果全听上面的命令打仗，那还要你我干什么呀？走，出发，走小路，给我跟上。
当战士10万获击。而此时此刻，第167师师长薛卫英率领的援兵，还在太白湖以东的崎岖小路上，寻找着阵地的方向。马当守军打退日军数十次进攻，伤亡惨重，固守待援。而本应该早就到来的援军，却一直未见踪影。转眼间，日军又一轮进攻来到了。快，鬼子上来了！准备战斗！我军伤亡惨重啊！援兵到底什么时候到？援兵马上就到。包总队长，务必要坚持住。是。马上给我发电，问一下薛卫英师长，他们现在到了哪里？是。几十里的路跑了1天了，怎么还没有到？废物，一群废物，怎么会迷路呢？全是密林，连天都看不见，怎么会不迷路？地图。报告，师座，军部询问我们现在位置。现在位置？我哪知道这是哪儿啊？有毒气！开车！日军冲击马当，再次使出了战场上最为卑劣的国际公约禁止的手段——毒气弹攻击。马当守军一个中队上百人，几乎全部中毒阵亡。马当仅守了2天，6月26日，马当要塞全部陷于敌手。李运恩、薛卫英必须撵办。现在宣判，武汉军法执行总监部军法会审决定，将第16军军长李运衡撤职，将第167师师长薛卫英以畏敌如虎、贻误战机的罪名执行枪决。陈长官，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将功赎罪？会战关涉抗日大局，系统儿戏，
必须严肃军纪。军座，带下去。校长，放开我！军座，军座，放开我！李云航，你害死我了！好多架飞机，是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多，怎么办？哎呀，这事还要不大家？回到岗位，准备应敌。是，快！电讯室，我是萨什郡，立即向海军部报告，我舰与多架敌机遭遇。是，立即向海军部报告。立即向海军部报告。是。中山舰电讯室张松龄，10月24日下午3时06分报告，我舰与多架敌机遭遇。江宁号没几下就完蛋，我们要分散敌人的火力。是啊。通知其他舰船，分散撤退。是。省领旗通知其他舰船分散撤退。是。骑领兵。机关炮主舰故障，正在排除。报告舰长，船尾左舷水下爆炸，船壳爆裂，转动失灵。报告舰长，前舷路侧右舷水线下的船壳侦破。醒醒，醒醒！你快醒醒！要起火了！你快醒醒！快救我！快！
舰长，敌人攻击越来越猛，再等就来不及了。不行，我们要掩护其他舰艇离开。如果我们现在停止攻击，以及马上回去轰炸已经撤离的舰艇，这样我们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舰长，舰长，舰长，舰长受伤了，舰长受伤了。舰长，扶我起来！我现在还能指挥，去！把义务兵找来。是。所有人坚守岗位。是。你坚守岗位。组织伤员上山板。是。舰长，左舷被炸弹击中，舰体受到重创，舵机已经完全失灵了，中层舰马上就沉了。舰长，撤吧。我泱泱大国，害防薄弱，遭倭寇欺凌，是为国家之痛，国人之耻。今日中山舰遭此一劫，身为舰长，没能带着大家凯旋，我早已不打算活着回去。兄弟们，走吧，留着性命，继续抗日，为国家报仇，为中山舰报仇，为国报仇。传我命令，全舰官兵撤离中山舰。你不走，我不走。对，要走一起走，要走一起走，要走一起走。这是命令，如有违抗的，军法处置。舰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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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听我命令！舰长！抬上舰长，弃舰撤离！是。功勋舰
在日军的空中炮火打击下，最终沉没于金口水域。舰长萨世俊与舰上官兵20余人壮烈殉国。委员长，众山舰沉没，舰长萨世俊执意不肯离舰，与舰上24名官兵壮烈殉国。中山舰是萨世俊叔公萨正彬于1910年购于日本，成为孙中山先生的讨袁护国运动立下过汗马功劳，终究是为国殉难。日军攻陷马当要塞后，于6月29日以爆破队打开马当封锁线，疏通了长江航道。随后，波田支队在海军协同下沿长江继续西进，当日攻占彭泽。大本営の決定以下の通り、甲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を総司令官とし、第2軍及び甲中派遣軍の両方面軍を統括する。江北軍は東国宮成彦王を司令官とし、藤田進、篠塚義雄、小木須立平、藤江圭介の4師団、および小島吉蔵、騎兵第4旅団および配下の野戦重砲第5旅団、戦車部隊を指揮し、それぞれ大別山麓に沿って武漢に進攻せよ。はい。江南方面軍は岡村康次を司令官とし、稲葉四郎、伊藤正義、松浦純六郎、本間正治、吉住良介の5師団、および羽田11台湾混成旅団等20万人を指揮し、第3艦隊および徳川義俊航空兵団とともに武昌に進攻せよ。日本华中派遣军调动冈村宁次第11军5个半师团，东九耳宫第2军4个半师团，各种舰艇120余艘，飞机500余架，计25万日军向武汉扑来。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成立第9战区，以27个军的兵力负责江南作战，同时担任武汉城防。另扩大第5战区，仍以李宗仁任司令长官，率23个军防守江北。参战兵力120余个师，达100万之众。来，现在马当都失守了，小鬼子打过来，也就是早晚的事儿。大家还是早做准备为好。司令官殿、お戻りになられては、天気があまりよろしくありません。いや、今日は良い天気だ。今日は実に美しいと思わんか。
讲话。委员长，九江，我应该再坚持几天，我负有重要责任。不要这么讲，在指挥上你没有重大的失误，而马当要塞是另外的问题。有时间啊，你应该去看看郭沫若，你们两个不是五虎上将吗？委员长，这你也知道？还有，也听是吧？是。好了，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委员长，江华，有时间去看看你那些共产党朋友。是委员长。武汉军民抗战的热情是他们调动起来的。8月9号要举行一个保卫大武汉的歌咏大游行，这也是战斗啊！同胞们，现在武汉危在旦夕，更需要我们万众一心，共同抗敌。我不是军人，我没有枪，音乐就是我的枪，就是我们大家的枪。我们用歌声点燃民众的抗敌勇气和杀敌决心，保卫大武汉，保卫大武汉，消灭小日本，消灭小日本。大家一起来！大刀向，预备，唱！刀向为奋力投降抗拒，全国武装的英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他冲进的勇敢前进。周主任，战争来了，我们再也不能安心求学了。许多学校已经被停了课，许许多多的青年已经开始无家可归了。对呀，好，青年朋友们，今天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大时代，它可以把我们这一辈的青年锻炼得更伟大，前程更远。这样的机会是很少碰得到的。我们中国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更要肩负起将来建设祖国的重任。我们要求生，就一定要抗战，要有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抗战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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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给了我们信心，《义勇军进行曲》给了我们勇气。周主任，请告诉我们广大学生，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和你们一起抗战到底？我贡献给诸位青年朋友4个建议：第一，到军队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青年朋友们，我们是勇敢的，是诚意的，是艰苦的，是深刻的。我们要成为抗战的支柱，我们要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努力去争取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日军11军的第6师团沿大别山南路西进，遭到我第5战区李品仙兵团的有力阻击。这个小诸葛啊，现在越来越有孔明相了。他把李品仙兵团全部部署到了大山里头，对熊本师团进行了有效的阻击，还真的是取得了奇效啊！特别是7月26日，在太湖县的一场反击战，他把道叶四郎的第6师团打的是满地找牙。一群广西猴子在大别山作战，就跟在广西10万大山一样熟悉。哼，那就叫
如鱼得水嘛。哎呀，虽然如此，国民党军队还是没能挡住熊本师团西进的步伐。7月26号，太湖县失守；8月2号，宿松失守，而黄梅也是危在旦夕。这老蒋一退再退。哎，董老，你放心，即便道爷夺取了黄梅，他也不敢再往前走了，他得缓一缓，喘口气才行。恩来说的没错，仗打到这个份上了，日军已经是后劲不足了。原因有2个，一是从安庆到前山再到黄梅，熊本师团的战线拉得过长。为了防御大别山北路我军的攻击，他不敢再发动新的攻势。第二呢，冈村宁次的11军战场已经全部陷入焦灼状态，他必须等江北的第2军跟上才行。所以啊，当前日军的威胁是在北面，而不是在南面。必须提醒国民党方面，不能让日军夺取南昌的目标达成。我建议啊，老蒋那边还是由恩来出面提醒一下。刚好我要到延安去参加党的6届6中全会，在临行之前和老蒋打个招呼也好。报告委员长，周先生来了。啊，快请他进来吧。是。进。好啊。委员长。恩来啊，我等你半天了，来，快坐下吧。好。委员长好雅兴啊。我读的可是毛先生的文章啊。来，快给周先生上茶。我想，这篇《论持久战》，你恩来一定看过不止一次吧？是啊，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论持久战》，我读了3遍，可以说对当前的抗战形势直接论证了他的分析和看法。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方针论述得十分透彻。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在华北、华中看起来来势汹汹，不可一世。现在又把矛头直指武汉，可待他们的3板斧砍过，也就没有什么新招式了。抗日战争虽然还会持续很多年，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你们中共对武汉的会战有什么看法吗？当前的局势是，冈村宁次的第11军虽然已经占领了九江，但在庐山却遭遇了第1兵团各部的顽强抗击，双方形成了一种焦灼状态。而沿江南西进的波田支队和沿江北西进的熊本师团，也遭遇了张发奎各部和李品仙所部的反抗，前进不得。可是恩来，你也应该晓得，这个仗打的是十分的惨烈啊！这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冈村宁次不是不想前进，而是无力前进。他必须要等江北的第2军赶上来，而且我们分析，江北的第2军很可能在近期就会有所行动。如果不早做准备，江北的第2军很可能对武汉也造成威胁。恩来啊，以你之见，我军应该如何应对呢？日军的战略方向有2个，一是由陆安经商城直逼武汉，2是由黄川到信阳扶武汉之背。而据我们分析，很有可能2路并进。所以委员长务必要提醒第5战区早做准备。你的见解很有道理。下个月我党要召开6届6中全会，延安电令我务必要赶回去。
查，这里是日军的报告，最新地形。对。来，搭把手，来，走。行。来，这边，把子弹拿过来。是。干嘛呢？走了。不是天这么热，快点休息一下行不行啊？热死了。快点！哎，就休息一下啊。快点！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说唐桂林，你热不热呀？脱光了多凉快。要你管啊？哪儿凉快哪儿待去。嘿，我说，你还挺牛啊！不就是上次你比我多打死了2个鬼子军官吗？我告诉你，我这次让他弹无虚发，你就不一定了。好啊，那赌啊！反正我上次赢了你50发子弹。跟他赌！哎，赌就赌，赌什么呀？对啊，什么呀？100发！好，100发，好，我跟你赌，走。哎，唐桂林，哎，唐桂林，别动手动脚的，动一下有什么大惊小怪？你又不是女的。哎，我碰你怎么了？哎呀，她要是个女的，躲开。你还别说，她要是个女的，枪法这么准，我还非她不娶。好了，都别闹了，赶紧修工事。好，修工事了。走。这回100发子弹，我看你怎么玩的！吓得我什么？专心点！命令迫击炮营向进攻的鬼子队伍开炮。是。通知迫击炮营向进攻的鬼子队伍开炮。是。炮兵，向进攻的鬼子开炮！准备，上弹！发！突击機！鬼子要上来了。开火！
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啊！顶住啊！顶住啊！绕开眼，绕开眼！好了，都出去，出去！别看了，别看了！出去！你真是我们女孩子的骄傲呢。都是给逼的，逼急了就做到了。你咋想去当兵了呢？我母亲早亡，只有父亲和一个哥哥，他们都在战场上让日本人给杀了。那天我走在街上，看见部队征兵，就把头发剪掉应征了。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女人了，你伤口好了之后打算做什么？继续打鬼子。还当兵啊？我得拿鬼子的命换回我家人的命。等啥时候呀，把小鬼子都打跑了，啥时候就不当兵了。抓紧时间，修正攻势。连长，连长，重大新闻，连长！别卖关子，快说！谭桂林是个女的。什么？谭桂林是个女的，兄弟们，谭桂林是个女的。是个女的？难道花木兰转世了？是个女的。这你怎么知道？难怪她平常扭扭捏捏的像个娘们儿。女的。谭桂林还真是个女英雄。原来是个女的。真是没想到。在抗日战争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我们党召开这次会议，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我非常同意你对全国15个月来对抗日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依照目前战争的形势，随时要做好撤退的准备。其他的机关也要做好准备。新华日报从创刊就办得很好啊。董必武同志说，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嘴巴。我看呀，还得加上鲁迅先生讲的投降啊，这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和投降派的投降。新华日报的同志们都很努力，不知道主席注意到没有？几乎每天的报纸都有董必武同志的文章。你们写的东西啊，都爱用笔名啊，但是你们写的东西啊，我只看上几个字，我就知道是谁写的，是董必武写的，是叶剑英写的，还是郭沫若写的啊？因时局危急，不待会议结束，立即要赴武汉会见蒋介石，说明我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用长期的合作来支持长期的战争。武汉会战可能是抗战的一个转折点，是我们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的转折点。这个时候，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要记住啊，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威力之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啊。走，我们继续开会。走。从日军进攻安庆算起，武汉会战已经打了3个月。日军对武汉3镇的轰炸越来越密集，武汉外围已没有几个放心的支撑点了。几起事变爆发后，先后实现了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济南、徐州。哪一个不是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今天，撤离武汉进入倒计时。蒋介石如若还记得自己的庐山讲话，又会有多少酸涩滋味上心头？委员长，子慈啊，快给我讲讲苏三搬迁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根据委员长的指示，先搬迁工厂、银行和重要的资产设备，再根据战时的发展疏散政府机构、学校的人员。建建委员会
已经统计并确定了233家工厂的搬迁计划，现在有一半搬出去了，还有一半正在运行当中。很好，但是对工厂的搬迁还是要抓紧时间。请委员长放心，我一定抓紧督办。来，搭把手，来，拖稳了啊，使劲啊！来，拖稳了啊！哎，慢点，来，1、2、7，跪，上来，来，这儿，好了没有？有人上一步，来，怎么左来点，怎么左来点？先推一下，再推一下，快点，往左来点。将軍殿、家中派遣軍の司令官からの電話です。司令官殿、東国宮です。もうすでに5日も経った。このまま小木瀬兵団が前進できないと、大本営の進行計画全体に影響をもたらすことになる。小木瀬兵団は都金山地区で信濃軍の頑強な抵抗に遭いましたが、第2軍は信濃軍とは絡みつきたくなく、篠塚師団の岡田軍が越健城を占領し、甲州高専に沿い信陽に急進中です。迂回して武漢の背後をつきます。大胆な計画だ。成功を祈るぞ、東国宮中将。はっ。命令だ。篠塚師団の瀬谷軍に霊下州から南下して都金山信濃軍の退路を断つよ。敌人已经到了这里，还有这里。喂，是，参谋长，白长官电话。喂，白长官，向参谋长，伏击战的情况怎么样？战斗很激烈，部队伤亡很大，不过请白长官放心，伏击山阵地我们还守得住。这就好。现在日军的冈田旅团正向黄川方向急进。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攻占信阳，抚武汉之背。为了打破敌人的企图，我已经电请委员长，调胡宗南3个师去控制信阳，同时训练陆部在商城以南、京府以东和麻城以北构筑阵地，阻敌南下。你们一定要坚守阵地，争取更多的时间，保证以上部署的完成。是，请白长官放心，无论多大伤亡，36师都会坚守到底。大夫，大夫，让开，让开，这边不行了，快！哎，让一让，快让一让！哎，让一让！
把你们旅的预备队拉上去，必须把阵地夺回来。这儿，还有这儿，一定要加强。我知道你们伤亡很大，加强防御，但七里岗不能丢。七里岗一旦失守，鬼子就逼到黄川城下了。好。 我找26旅旅长张宗恒。你在哪里？我是张自忠。报告学长，张旅长亲自带着特务连上去了。好，我知道了。报告局长，有一股日军骑兵正向我军部冲来。混蛋！小鬼子还翻天了！手枪营，跟我来！是。撤吧，赶紧把军部向南移。如果我们撤了，39旅就连退路也没了。可是，现在咱们保卫军部的就只有一个手枪营了。谁说手枪就不能杀鬼子？跟我来！是。弟兄们，杀鬼子！怎么样？你怎么又上来了？这里太危险！来人呐！少废话，城里头安全啊！给我打！是。遵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命令，张自忠率第59军将士在黄川孤军奋战，坚守了12个周日，歼敌3000余人，自身伤亡4000余人，为后续部队的集结赢得了时间。長官殿、町尻少将から速やかにこちらの遺体を処理せよとのご伝言です。何かあったのか。成彦親王が視察に来られると。ここで信軍の頑強な抵抗に遭うとは思えない。どこか近くの村などで直接処分せよ。はい。始めよ。はい。気をつけ。
10月2日，日军第106师团根据冈村宁次的命令，在师团长松浦纯六郎的率领下，浩浩荡荡、趾高气扬地孤军深入到了万家岭地区，企图切断南浔路与武宁路中国守军之间的联系。司令官殿、航空偵察機からの情報により、私の判断が完全に実証されました。信濃軍はすでに西に移動しており、隙間があるのが発見されました。ここを抜けて敵を分断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それはいい、岡村。戦機を見つけ、それをしっかり捉えるのは戦略家としては極めて重要だ。この隙間に沿って攻め込んでいけば、合わせて一挙に宇関門防衛線を撃破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すぐに行動に移せ。岡村、成功を祈る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松浦純六郎師団長はすでに第106師団を率いて白雲山区に入っております。しかもこの一切の動きは、志田軍は上から下まで誰も気づいておりません。よし。まだ軍と連絡は取れないのか。まだ連絡取れません。地図を。はい。今我々はどこにいる？わかりません。道に迷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バカモン！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師団長殿。この地図は1927年制作であまりに古すぎます。正確ではありません。方向も方位も地形も道路や建物も。ということは1927年頃、武漢にいる日本のスパイの方がお前らよりもずっとマシだったわけだ。この大バカ者が！お前はすぐに偵察に行き、この位置を確定せよ。はい。気をつけろ。警戒しろ。警戒態勢を取れ。早く！師団長殿、前方に信濃警備軍を発見しました。叩き潰すのだ。突撃！行け！行け！经侦查确认，日军一部已进入白云山地区。10月2日，日军先头部队在接近万家岭地区时，与我警戒部队接触，并展开激战。我部接报后，火速派59师向万家岭、碧鸡街一带迎敌。无奈当面之敌兵势强大，我方阵地多处被突破，唯有边打边撤，节节抗击，恳请增援。白云山、万家岭，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还想跟我玩金泽师团那一套。不过我倒真佩服他。白云山地区的确是我军布防的一个漏洞，这个位置恰好是我军南浔路和武宁路之间的一个间隙。司令，司令，黄维将军派人送来一份情报，第18军在公路上抓到一个骑摩托车的鬼子军官，从他的公文包里搜到一份日军作战计划，上面明确载明着冈村宁次派106师团向我白云山地区穿插的意图和战术部署。一定是他。日军的穿插部队106师团，
孤军深入，简直是找死！命令：第66军、第74军、第187师、第139师一个旅、第91师、新编第13师、新编第15师一个旅、第142师、第60师、预备第6师、第19师第4军，四面合围，全力出击，一定要吃掉106师团。命令立即下达。是。另将此作战部署上报第9战区和军委会。是。就是这些人。我是力主打，集中优势兵力，一举端掉106师团。没错，对，千载难逢的良机啊！进了嘴的肥肉，吃。没错，说的好，就该这么干，就这样消灭他。委员长，请您下命令吧。跟我接续柏林。柏林吗？是。我是蒋中正，军事委员会完全同意你委监第106师团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对于兵力、弹药、给养，军委会予以完全的支持。是，谢谢委员长支持。第1兵团誓将106师团消灭在万家岭地区。在武汉，并不缺战略预备队。第1兵团调兵遣将，紧急部署，从德兴路、南浔路、瑞武路3个方向调遣15个师星夜驰援，火速集结。欧震第4军正面迎敌。なぜ後退するんだ。進行だ。進行するように伝えよう。はい。報告。田中隊長からの電報です。第113連隊は長古山で敵対軍の攻撃に遭遇しております。報告。師団長殿。小銀山寺信濃援軍145連隊が猛攻撃を受けています。報告。飯野連隊長からの報告です。123連隊は万華領で信濃軍の攻撃を受けました。第147連隊はヤロソで多数の信濃軍の攻撃を受けております。バカモンが。師団長殿、我々はどうやら信濃軍に完全に包囲されたようです。皇族軍はそう簡単に増援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から、奴らは我々を包囲して殲滅することが狙いであります。ではどうしろというんだ。残された唯一の方法は岡村司令官に頼んで応援の部隊を出してもらうことです。さもなければ我々は信濃軍に一挙に殲滅させられます。直ちに岡村司令官に打電し増援を求めよう。はい。司令官殿、ただいま松浦淳六郎師団長からの電報が届きました。106師団は万華領地区で大量の信濃軍に包囲されたとのことで、増援を要請しております。松浦師団長は冗談でも言っているのか。信濃軍は我が第11軍と第2軍の攻撃によりすでに散々な目に遭っており、対応で精一杯のはず。どこにそんなたくさんの軍隊がいるというのだ。はは。松浦は実に役立たずだ。信濃の小さな部隊が騒いだだけですっかりおじけづいてしまっている。はっ。106師団は本当に我々の面汚しだ。
分かる地区には放火だらけ、至る所戦闘が続いている。松浦師団長の判断が確かだ。分かる地区にはシナ軍隊の主力が確かにある。どうして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んだ。ずる賢いシナ人め、罠を作っていたのだな。間違いない。増浦純六郎師団長は愚かにも106師団を率いてその罠に入っていってしまったのだ。直ちに増浦師団長に打電。106師団は北へ撤退し G ブロの第27師団と合流せよ。本間正治に命じて兵を派遣し106師団の右翼を警戒しつつ106師団を支援せよ。はっ。原来啊，我党的6届五中全会是1934年在瑞金吧？是啊。距这次6届6中全会又是4年了，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呀。是啊，我们在陕北高原站住了脚，参加了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战争。武汉会战已接近尾声，抗日战争将进入相持阶段。在这个关键时刻，要防止统一战线内部发生分裂，要全面地坚持抗日战争。我们要统一思想，把防止国民党妥协投降当成全国抗战的重要任务。原来呀，你的任务是回复武汉递交这封信，并面陈中共最新的抗日主张。辛苦你了。还有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个会议精神呢，向他们详细说明啊。放心吧，主席。朱老总啊，为了表示我党坚持抗战的决心，朱老总，你和恩来一起到武汉，与蒋介石商议军事的配合。我和恩来明天就走，放心，我们一定按照咱们既定的方针去办。好啊。武汉会战期间，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奋战于白山黑水间，牵制了日本关东军，对华北、华中的抗战局势起到了战略配合作用。杨靖宇率领的抗联第1路军正坚持长白山区抗日游击战争，周保中率领的抗联第2路军正在松花江下游地区打击日伪军。北满抗联第3、第6、第9、第11军远征海伦。同一时期，8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游击支队广泛的游击战争，更是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截止1938年10月，8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601次，歼敌54000余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同时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皖苏等多块抗日根据地，牵制了30万日军，使得华北日军难以调兵协助华中军，迟滞了华中日军进攻武汉的行动，支援了武汉战场友军作战。中共6届6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议重申，全党应该把主要工作放到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8路军已发展到15万6千人，新四军也有2万5千人。好啊！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的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条件。好，太好了！几个问题还要研究一下。建英同志，你把撤退的事情讲一讲吧。好，同志们，9月25日，
我们接到中央书记处关于武汉失守前工作布置问题的电报后，26日我们即回电中央，八路军办事处将全部乘船离开。27日已经全部撤离完毕，昨天到达了长沙，现在由我负责善后工作。志光等人带着电台已经到达重庆。好。另外，新华日报从武汉一撤出，重庆就要立即出报，一天都不能停，这一点要万无一失。董老已经做了安排了。这一点很重要。毛主席很赞同董必武说的一句话：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嘴巴。保卫大武汉就是我们新华日报先喊出去的。继续抗战，我们一定要在重庆叫响。好。第一兵团各部已经将敌军的106师团包围在万家岭地区。松浦纯六郎现在是左突右冲，但始终没办法突破我方阵地。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歼灭106师团已经不成问题。报告委员长，周恩来先生来了。快请他进来吧。是。委员长，我还是回避一下。你是政治部部长，他是副部长，正好一起谈谈。委员长，来啊，回来了。好，陈部长好。你好，来坐下谈吧。好。恩来，可以讲你这趟回来很及时啊。保卫大武汉离不开你们政治部啊。委员长言重了，不过会议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同志让我赶回武汉，共产党人要在保卫大武汉中尽责到底。昨天的《新华日报》就是这个题目。延安非常关心武汉的战况，几乎每一天都要向党内通报。哦，对了，临行前，毛泽东同志让我带封信给委员长。请转告毛泽东先生，我们非常感谢他。正如毛泽东在信上所讲，这次保卫大武汉，各个党派团体紧密团结，竭尽全力，应该讲是我们民族空前团结的最好时期呀。好，讲。毛先生的身体怎么样啊？听说得了关节炎。正在治疗。是因为住窑洞的原因吗？是啊，因为要经常躲避日本的飞机。日军的飞机也会去轰炸延安吗？是的。委员长，武汉外围，九宫山、幕府山、庐山、大别山都打响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委员长，您下决心吧。我下什么决心啊？撤离武汉。子修啊，去告诉我们，前方的将士就要双十节了，应该先好好的庆祝一下我们的国庆日。10月5日至6日，第74军在长岭、贝溪街、张谷山、狮子岩等处与日军第106师团激战。
第51师向日军106师团占据的张古山主阵地发起进攻，战斗进入相持阶段。来，喂，喂，机动灯，快，喂，是，喂，马上转达，师座，打不通。去把305团团长叫过来。是。站那么。报告。唐生海、张古山正面一再受阻，我命令你带领一个小分队绕到后面去，能不能成功，就看你的了。请您放心。停，蹲下，注意隐蔽。上。就是这儿了，弟兄们，给我上！小心！哎，抓紧了！命令各部，全线给我出击！是。岡村、もう躊躇してはいかん。直ちに体制を組織して106師団への救援を進めよう。帝国の軍隊がシナで全滅するのを指を加えて見てるわけにはいかん。もしそ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ら大日本帝国全体の大いなる屈辱だ。こちらはすでに南京で200名の連隊長以下の将校を集めた。現在飛行機でマンカレー地区に向かっている。将校たちを空から我が軍陣地に降下させ106師団の指揮を取らせる。
你看，小鬼子轰头了！这小鬼子还敢空中支援！命令各部对空射击。是。弟兄们，为消灭日军106师团，奋勇向前！敬礼！主力部队紧随其后。10月9日19时，对第106师团最后据守的建武苏、万家岭、田部苏、雷鸣鼓流、杨家山等阵地发起全线攻击。经一夜血战，日军第106师团防御阵地全线崩溃。